楼上的男孩患有超雄综合症，一到凌晨1点就会发出砰砰砰砰类似用头撞地板的声音，紧接着就是男孩歇斯底里的大叫。自从他们一家4口搬回来后，我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，邻居们也被折磨得受不了。终于今晚501爆发了，他气势汹汹地敲响了601的房门，大概敲了17、18下，取而代之的是501歇斯底里的大吼：吵，拉傻子在吵，信不信我弄死他？不一会601果然安静了下来，租户群倒是难得热闹了起来。503说：“501给你点赞。”这话我早就在心里说过几百遍了。602是真的烦，他们家重男轻女，连续留了好几个，终于怀上了儿子，去医院检查说有超雄综合症，不愿意打，非要生下来，结果生出这么个玩意儿。我默默窥屏，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是对他们的话非常赞同。就在这时，501也在群里发话了。是哪个神经病给老子发的短信？接着501丢出一条短信截图，电话号码未知，内容是我帮你杀了他。潜水的住客纷纷表态，不是我。等租户群安静了下来之后，我把手机搁枕边，闭眼准备睡觉。毕竟像这样安静的夜晚可不多。突然手机再次震动了一下，是602发的消息。今晚601真的好安静，安静的不正常。你们说那个超雄男孩该不会真的被杀了吧？203立刻接话，怎么可能？那家子重男轻女，把儿子当宝，谁要是把他们儿子杀了，他们不得发疯和对方拼命？501却说，就那个傻子死了最好。501的话得到了503和402的强烈附和。不过话虽然这么说，503还是弱弱的问601，该不会是真杀人了吧？要不我们找个人上去看看？别看平时大家聊天聊得嗨，可真到了这个时候就没人说话了。我想了想回了句，要不再观察几天，万一是超雄男孩生病了呢？503回复，好吧。在接下来的3天里，所有人都只看到了601的夫妻俩，没有看到超雄男孩，也没有听到超雄男孩吵闹。这天下班回家的时候，一只小手突然拉住了我的袖口，扭头一看，是601的小女孩，她是超雄男孩的妹妹，穿着一身红裙子，长得怪可爱的，和那个超雄男孩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正可怜兮兮地看着我。她悄悄对我说：“姐姐，我家真的死人了。”什么？姐姐，我说我家有人被杀了。我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掏出手机立刻报了警。警察很快就来了，房间门打开后，只见夫妻2人撒泼打混的哭着：“警察同志，天地良心啊，说我杀了我儿子，怎么可能？”超雄男孩站在旁边，不似以往那样身体轻颤且暴躁，安安静静地站着，眼神空洞，明显比几天前瘦了一圈。虽然超雄男孩的情况很奇怪，但是明显是个大活人。警察遇到这样的夫妻也很无奈，耐着性子说：“你们邻里邻外的，人家不也是为了你们好，没出事最好。”在警察的调解下，我拿了500块给601作为赔偿。完事后，我一直纳闷那个小姑娘为何要骗我。今天的夜晚仍旧很安静，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。一闭上眼睛，就是超雄男孩那副诡异的面孔。咚咚咚，有人在敲我的房门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凌晨2点。咚咚咚，敲门声更急促更用力了，我甚至能感觉到地板都在颤动。我门口安装了一个声控灯，此刻声控灯正亮着，但猫眼里却是一片黑暗。我门旁有个窗户，此刻我清楚地看到窗帘缝隙里从外透出一缕微光，也就是说声控灯依旧还亮着。有人挡住了我的猫眼，我一点点靠近窗户，慢慢撩起了窗帘。我看见一张明显不对称、长着痤疮苍白的脸贴在玻璃上，他正用那双死鱼一般的眼睛狠狠盯着我。是超雄男孩，我吓得连连后退。当我再次鼓起勇气看向猫眼时，一个黑影缓缓从左边凑近，是一只眼睛。那眼睛在猫眼外往内看了半晌，这才远离。我终于看清楚了他的样子，他是601的男主人。我打了一个激灵，接着我看到他一把将超雄男孩扛在了肩上。超雄男孩发疯似的想要挣脱，可还是被601的男主人硬生生的扛着上了楼。第2天，我被一阵断断续续的剁肉声吵醒，是楼上的601正在剁肉馅，他家已经连续剁了1个小时了。租户群开始叫苦不迭了，毕竟今天周末，大部分人都休息。503说：“烦死了，让不让人睡觉啊？昨晚吃鸡到4点，困死了。”201隔着3层声音都很大，501直接打开窗对着楼上喊：“601，你们是不是死儿子了？剁肉岂可吃饭吗？”601剁肉的声音停了一下，然后又继续，气得501跑到601的门口大骂：“你们家是不是要死了？再发出声音试试，信不信老子送你们一家人下地狱！”602也加入了战场，就是弄死你们算我一个。601再次安静了下来，租户群里纷纷给501点赞，我群豪杰啊！听你怼601可真爽啊！这时501突然在群里问
这是谁呀？发短信吓唬老子。接着他丢出一张短信截图，又是魏之浩呢。这次写的是小心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我以为这又是谁的恶作剧，便盖上被子继续睡懒觉。到了中午出去吃饭时，我正巧和601的女人打了个照面，她手里拿着个纸箱，我瞄了一眼，看到箱子正上方的几个字酱汁排脚肉鸡。女人看到我后，对着我露出一副诡异的笑容。呵呵，家里买了一只小乳猪，所以今天一直在剁肉，你多担待。我随即附和一声，转身下了楼。等我吃过午饭，刚走到5楼的楼梯口，就再次看到了601的女人。她把脸贴在我家的猫眼上，正努力从外往里看。请问你有事？听到我的声音，601女人立刻换上温和的笑容朝我看来。她抬起手，我这才发现她手里拎了个白色塑料口袋。今天家里包了包子，拿几个来给你尝尝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本能的不想要，可是她非往我手里塞，没法，我最后只能收了。回到房间内，不一会儿，我听到了有人下楼的声音。我从猫眼里看到是601的男主人，他敲响了501的门，估计又是来送包子的。但不同的是，501打开门后，他直接走了进去。隔了大概5分钟，这才传来601上楼离开的动静。很快，租户群的大伙开始讨论送包子这件事。203说，刚刚601来给我送包子了，震惊死我了。201，我差点以为他是来找我干架的。503，有一句话不得不说，601虽然有病，可他的包子是真的很好吃，味道和我以前吃的都不一样。203，是吗？我没敢吃，我吃一个试试。我看聊天看饿了，从冰箱里找出601送的包子，上锅稍微加热了一下。我吃包子有个习惯，喜欢掰开再吃，可当我掰开包子后，里面竟然有一颗牙齿，这颗牙齿很熟悉，像是超雄男孩左边的小虎牙。我心想这也太不卫生了，便拍了一张照片想要发群里，犹豫了一下还是算了，千万别影响其他人的胃口。只是让人郁闷的是，下午601又开始砍东西了，听声音应该是砍骨头，从2点砍到4点。晚上601又送东西来了，说是乳猪熬的高汤，里面加了虫草花和蘑菇。601的厨艺得到了租户群的点赞，不过我没喝，因为包子给我带来的心理阴影太大。到了晚上9点，303突然找到我，你有没有发现602和501很久都没说话了？我不喜欢泡群，倒是没注意。303继续说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601砍骨头砍这么久，501还这么安静。你再想想501收到的那条短信，小心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被303这么一点，我也反应过来了。303接着说，你说601剁的，有没有可能就是501和602？太可怕了，还好我昨天不在家，错过了人肉包子。我们要不要报警？我立即回复303，我找房东，让他给501打个电话试试。5楼的3间房都属于同一个房东，我立刻以501家里水烧开了没人关冒黑烟为由，告知了房东。501的手机铃声很快响起，他的手机铃声很特别，是一首热血的中文歌，激昂的曲调却让我浑身发冷，因为手机铃声响起时是从我楼顶的601传来的，铃声很快停止，不知道是对方挂断了电话，还是摁下了接听。大概等了10分钟，我给房东回了个电话询问详情，房东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。小将，谢谢你哈，要不是你，我这次指不定损失惨重。我硬着头皮问，请问是501本人接的电话吗？好像是吧，就是声音有点哑，应该是感冒了。我敢肯定，接电话的人绝对不是501，因为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们全楼小刀割嗓子，就501没事，他当时还在群里嘚瑟，说猪倒了他都不会倒，更何况501昨天骂人的时候还中气十足呢。陈姐，你给501打电话的时候，有没有说是谁给你打电话的？当然啊，我给他说了，是小将你提醒我的，做好事当然要留名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将，我有事就先挂了哈。电话挂断，我心想完蛋了，这不是把我暴露了吗？咚咚咚，房门被敲响了，我颤颤巍巍走到门口，凑到猫眼一看，明明没人，可房门又被敲响了。姐姐，是我，是601的小女孩。我赶紧打开门，招呼她让她进来，她却摇摇头，小声道，姐姐，我来偷偷告诉你一声，小心一点，你发现了他们的秘密，他们今晚会来要你的命。小女孩说完就扭头匆匆跑上了楼，她跑得可真快，这么安静的夜我也没听到脚步声。这时601的男人突然出现，他站在楼梯口，用一种阴森的目光看着我，吓得我赶紧反锁了房门。我掏出手机立刻报了警。喂，警察局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要杀我。警察赶过来大约需要20分钟，现在我只能乖乖躲在家里，煎熬地等待救援。我又发消息告诉303，601的男主人疯了，501真的被他杀了，楼道里危险，千万别出门。这时楼下突然传来了402的辱骂，大半夜的谁把1楼的铁门锁了？402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常常这个点出去享受夜生活。接着我又听到他大喊，你别过来，你要干嘛？随后便传来了锤子敲击的声音，我被吓得躲在门后瑟瑟发抖，心想估计402也被嘎了。突然303给我回消息，完了完了，这下真完蛋了，601把1楼的大铁门锁了，这下谁也逃不掉了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601要杀的不仅仅是我，
而是整栋楼的人。咚咚咚，这时我的房门再次被敲响了。我从猫眼一看，果真是601的男主人，他手里拿着一把沾满鲜血的铁锤，正死死地盯着我的房门。见我许久没有回应，他开始发疯似的砸门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。我吓得快要崩溃了。就在他将房门彻底砸烂时，隔壁的503冲了出来，他一把抱住了601男主。见此状况，我也立刻冲上前，死死按住了601手中的铁锤。听到动静的303也迅速加入了战斗，最终在我们3人的合力围攻下，终于制服了601的男主。事后，清理现场的警察告诉我，整栋楼里除了我们3人以及601的女主，所有人全被601男主杀害了。我听到这鼻子一酸，这才想起601的小女孩，赶忙询问他的女儿呢？我明明看到她还在。警察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对我说，经过调查，他的女儿早在3个月前就被杀害了，也是被601的男主人做成了人肉包子。原来自从他们家生出了一个不正常的男孩后，601的男主因为无法接受现实患上了精神病，在搬到这栋楼后，因为邻居们的辱骂，促使他的病情越发严重。先是心理不平衡杀掉了身体正常的女儿，接着他又恨铁不成钢，残忍杀掉了超雄男孩，然后逼迫自己的妻子将超雄男孩的肉做成了人肉包子分给大伙吃。最终一无所有的他又将目标瞄准了整栋楼的住户。知道真相后，我不自觉地朝楼顶的601看去，突然那个小女孩又出现在楼道里，她冲我摆了摆手，仿佛在说再见了姐姐。享受69折优惠。我选择深夜去吃海底捞，没想到刚坐下，菜单上缓缓出现几条规则： 1. 不要在海底捞店大声喧哗； 2. 只能与红马甲服务员说话，不能拒绝他的请求； 3. 杯中饮料喝完后，请在30秒内找服务员添加； 4. 不能吃辣的顾客面前不能出现辣锅； 5. 不要让女厕所的小女孩抓到你； 6. 不要伤害店内的宠物狗； 7. 找到顾客中隐藏的规则制定者，将获得1次惩戒权利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其他顾客也被这份点菜页面吓到了，表情凝重。几名服务员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大家吓得大气不敢出，整个店内充斥着紧张的气氛。忽然一位光头大哥站了起来，他指着服务员骂骂咧咧：什么破店，好好吃个饭搞这种名堂，别再装神弄鬼了，让你们经理滚出来！空气像是瞬间被凝固住般，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因为游戏规则的第1条就是不许在店内大声喧哗。服务员歪了歪脑袋，脖子处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光头大哥继续骂道：就不应该半夜来吃火锅，真晦气！话音未落，光头大哥像是看到什么恐怖的东西，呆呆地立在原地。他像魔怔了般目视前方，嘴里不住喊着：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啊！我朝目光的方向看去，明明什么都没有。下一秒，光头哥就被爆头嘎掉了。然而坐在光头大哥对面的女人吓得发出刺耳的尖叫。完了，她也违反了规则。果不其然，几秒后，女人紧跟着爆眼而嘎。我看着眼前的情景，吓得合不拢嘴。这时播报声响起：尊敬的顾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深夜海底捞游戏。从此刻起，你们将与外界隔绝，只有坚守秘密到最后的一个人，才能活着走出这里。这是一场正义者的审判，请大家争取在凌晨2点之前完成任务。凌晨2点后，店内剩余的人员将强制清除。1号、2号出局，游戏继续。话音刚落，周围就议论纷纷。然而，刚刚光头男和女人的菜单上出现了一行字：1号在逃杀人犯，曾伤害过1名流浪老人；2号黑心老板娘，售卖劣质眼药水，致使多人失明。紧接着，每个人的头顶上都出现了一串闪着蓝光的小字：心理医生、老师、美容师、宠物博主、网络主播、学生，每个人的身份都完全公开了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光头男和女人的死法对应着他们做的恶事。只要出局，就可以显示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。想要赢得游戏，只有一种办法，那就是除掉其他顾客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提示音再次响起：请大家争取在凌晨2点前走出这里。凌晨2点后，店内剩余的人员将强制清除。现在距离凌晨2点还剩下1个半小时，如果一直按兵不动，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嘎。就在我想采取行动之时，网络主播忽然站起来，掏出一把匕首刺向旁边的心理医生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匕首即将刺向心理医生的一刹那，服务员忽然闪现在了他们面前，匕首被服务员夺过来，扔了10米远。3号暴力行凶，警告1次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既然不能使用暴力，就只能靠游戏规则了。这时，那位劫后余生的心理医生冲我敲了敲桌前的饮料杯。心理医生敲得很有规律，我疑惑地看着他。忽然，我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猛地低头看向自己的杯子，我的饮料已经喝完了。第3条规则说过，杯子里的饮料喝完后，请在30秒内找服务员添加。我赶紧挥手示意服务员，服务员像鬼一样飘了过来，为我倒完饮料后，服务员并没有离开，而是一直站在我面前。我低着头，紧张的冷汗直流。亲爱的顾客，请问你需要肥牛卷吗？这种情况下，
谁还能吃得下肥牛卷？我刚想拒绝，猛地想起之前菜单上的规则2，请不要拒绝红马甲服务员的请求。我用余光瞄向服务员穿的马甲，正是红色的。需要。很快，服务员就将一块鲜肉放在了我的盘子里。这不会就是我要的肥牛卷吧？这明明就是刚刚光头男身上的腹肌啊！然而服务员死死地盯着我。亲爱的顾客，请问是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我有点肚子疼，想去厕所。服务员瞪大眼睛。亲爱的顾客，卫生间在直走左手边，请您速去速回。来到厕所后，我坐在马桶上喘着粗气。与此同时，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凌晨1点的数字映入眼帘。现在距离凌晨2点就只剩下1个小时了，除了我之外，还剩下5个人。我要怎样才能在1个小时内除掉这4个人呢？就在我苦恼之际，旁边的隔间响起了阴森的歌声。好长的一条鱼巷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大雨淋湿了我的头发。歌声断断续续，伴随着呜呜咽咽的哭声。我虎躯一震，猛地想起规则里有一条，不要让女厕所的小女孩抓到你。我停下了提裤子的动作，生怕布料摩擦的声音引来隔壁间的注意。女孩继续唱道：大雨淋湿了我的头发，多亏了他为我撑伞。诡异的歌词配上小女孩诡异的腔调，我额头的细汗越来越密，麻木的腿已经要撑不住了。终于我忍不住动了动右腿，结果一不小心踢到了旁边的垃圾桶。与此同时，隔壁间的歌声也停止了。我像石化一般僵硬在原地，一只手从隔板下面伸了过来，以一种极其怪异的姿势在摸索什么。我知道他是在试探隔壁间有没有人。我强忍着双腿的麻木，一点点躲开他的摸索。那只怪异的手摸索了一阵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我不能确定小女孩什么时候能离开厕所，于是我鼓足勇气打开了厕所门。厕所外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店里放着的奇怪音乐。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我抬头看到了对面洗手台的镜子，镜子里那名小女孩正站在我身后，露出诡异的笑容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大声喧哗会违反海底捞规则，我早就尖叫出声。我透过镜子看到了她湿漉漉正滴着水的头发，以及那张满是伤痕的脸。就在我闭上眼睛准备听天由命时，小女孩却忽然转身向其他方向走去。我这才注意到她的2只眼睛已经瞎了。回到座位后，我惊魂未定地环顾四周，发现顾客少了2位，分别是老师和网络主播。就在疑惑之际，食物的香味飘到我的鼻腔里，我这才发现服务员已经帮我把虾滑下好了。经过这一夜的惊魂，我的肚子早就饿了，正准备吃点虾滑垫垫肚子，忽然感到脚下有什么东西在蹭我。我低头一看，一只小狗正趴在我的脚下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因为这只小狗没有皮毛，它不会就是规则里提到的宠物狗吧？我急忙把番茄锅里的虾滑端到小狗面前，小狗把头伸向盘中大快朵颐。它每多吃1块虾滑，皮肉就长出1分。一整盘虾滑吃完后，它恢复成正常小狗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厕所发出一声巨响，网络主播从厕所里冲出来，头发凌乱，眼神恍惚。色眯眯的老师也从厕所里出来。你这个恶魔！老师挑了挑眉，神态淡漠。不是苏小姐你约我的吗？网络主播咬牙切齿。要不是你骗我说已经找到了隐藏的规则制定者，我才不会委身。老师打断了网络主播的话。看看你杯子里的饮料吧。网络主播这才缓过神来，他惊恐地看向桌子，他的杯子里空空如也。苏小姐，不好意思了，我在你去厕所赴约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把饮料打翻了。苏小姐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你这个疯子，我要嘎了你！网络主播彻底失去理智，他疯了般地扑向那位猥琐的老师。穿着红马甲的服务员又出现了，拦住了网络主播的去路。3号玩家暴力行凶，累计2次。话音刚落，网络主播的面容就开始腐烂，五官逐渐扭曲变形。3号的菜单上出现一行小字：3号。黑心网络主播曾设计杀死了自己的整容医生，所以他的嘎法是五官溃烂。在网络主播彻底咽气后，整个海底捞店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。这时，厕所又传来了小女孩的歌声。好长的一条鱼巷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听到小女孩的歌声，老师的脸色微微一变，他好像知道点什么。这时，隔壁桌的美容师忽然招了招手：“我的饮料喝完了，请帮我倒一下。”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美容师看，因为朝他走过来的是一位穿着白色马甲的服务员，美容师是一位红绿色盲，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不妥。我不喜欢喝酸梅汤，你给我换成西瓜汁。好的，顾客，请稍等。下一秒，他就把美容师按进了沸腾的锅里，美容师甚至来不及惨叫，他的脸就被烫熟了。菜单上也紧跟着显示出4号的秘密：4号黑心美容师，无证上岗美容店，机械高温事故，致使多人脸部受伤。原来这些奇怪的服务员就是这场事故中的受害者，怪不得一个个都面目全非。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也许这个店里出现的所有 NPC 都与顾客隐藏的秘密有关。我大胆猜测，
宠物狗也许和那个宠物博主有关系，于是我抱起小狗向宠物博主走去。他看到我走来，露出警惕的表情。我用平和的语气说道：我在某音上关注了您的账号，知道您特别喜欢小动物。我把怀中的小狗向宠物博主展示了下，谁知他看到我怀里的小狗后，满脸惊恐。拿走，拿走！宠物博主急忙的挥手，像是看到了什么避之不及的东西。您看这小狗多可爱呀！我抱着小狗，故意往它身上靠。滚开呀！宠物博主一个抬手，手机不小心掉进了锅里，锅底的热汤溅出来，洒在小狗身上。小狗痛苦的嚎叫一声。忽然，宠物博主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而我却露出得逞的笑容，因为他违反了第6条规则，不要伤害宠物狗。我怀里的宠物狗忽然跳出我的怀抱，冲着宠物博主龇牙咧嘴。宠物博主双眼瞪大，惊恐后退。下一秒，无数只小狗从角落里冒出，它们扑倒宠物博主，大口撕咬起来。菜单上也紧跟着显示出5号的秘密。5号，黑心宠物博主曾伤害过无数只宠物狗，并将这些狗狗剥皮卖给了狗肉店，又解决掉一个对手。除了我之外，还剩下2个顾客。就在我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动手之时，那恐怖的歌声再次响起。好长的一条鱼巷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听到歌声后的老师忍不住颤抖起来。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个想法，我举起手向服务员示意想去厕所。临走前，我还特意将装有饮料的杯子藏了起来，毕竟有网络主播的前车之鉴，我不得不防。来到厕所门，正好看到那个失去眼睛的小女孩在门口照镜子。在我缓缓靠近时，小女孩猛地转过身来。我打开手机播放音乐，果不其然，这很快引起了小女孩的注意。终于，在我的故意引导下，小女孩走出厕所，来到了大厅。看到小女孩的那一刻，老师的脸色陡然一变。我走到老师桌子前，关掉了音乐。小女孩则在音乐消失后茫然地停下了脚步。接着我顺势坐到了老师对面的座位上。老师恶狠狠地盯着我：你想耍什么花样？我微微一笑，接着又开始播放起音乐。然而再次听到歌声后的小女孩缓缓朝老师走来，